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继续来讲述普洱茶的话题。今天的话题非常特殊，我相信在观看视频的茶友们，你们从未见到过如此讲述普洱茶的一个概念，也希望各位茶友能够好好的把这个视频听完，把你的认知重新颠覆一次。今天要来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很简单，一根茶条能透露你多少信息，让你知道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茶，也是这么一根制作完的一个干茶条让你能知道多少未知和前面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秘密。普文现在从这个茶条开始一步一步为大家讲述。想深入了解普洱茶的茶友，我相信这个视频将会成为你收藏夹当中的一个，而且你会经常时来对照你家里的茶，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评判跟知识的一个深化。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眼前一波散茶，我们近距离的来看这个散茶料。首先普文拿了一根，这一个茶叶采摘的程度是1芽3叶，这个芽头是不是白和很细长？这个茶条其实透露了一个生态信息给大家。这一根茶条说明它的海拔是比较高的，像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海拔可以在1800-1900，都比较细长。还有芽头细叶子并不宽的茶，它不施肥。大家会发现越放野生态的茶，它的叶子会更瘦长，这是一个基本原理。我们从这个茶条当中，我们作为一个评判的人，喝茶的人，要一眼就能看懂这是怎么回事。第二点，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茶看下去的一个白毫度，白毫是不是非常多？这个光线当中偶尔这个叶子还有一些透绿。茶条当中采摘是较为标准的单株型的一个采摘，因为单株型的采摘不可能采1芽2叶，也不可能采1芽1叶，也不可能采单芽，甚至有的可能会采1芽4、5叶，像这种是标准的1芽3叶采摘。来，大家把目光聚在这一根手上的茶条，这是1叶，这是2叶，这是3叶，这里是一个4叶，这个茶条就是1芽4叶采摘。大家看一下这个茶类型树种芽头都是相对比较统一，所以普文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单株类型的一个采摘，而且采摘的标准也统一，而且你这个整体的条形看过去，它的揉茶杀青看过去的总体的一种感觉，整体感就是比较强。从散料当中我们能看明白一些还有一些短的小的它肯定会有，但是你从这种大叶当中能评判，能看它的整体的感觉是相似的，所以它非常符合一个单株类型的一个采摘或古树类型的一个采摘，它并不是一个台地的采摘方式。很多茶友问题就来了，普文比如说像这些干茶你直接能看出来它的做工上有什么优缺点吗？它是怎么做的吗？好，普文现在就给大家讲述的第3个情况，我们从干茶这个条来看做工。当茶青采摘之后，我们首先来看它的摊凉。我们从干茶当中其实能摸索到一些信息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个茶条是不是绿泛绿的，说明这个茶青在摊凉的过程当中，杀青之前它的含水率是偏低的，偏绿，而且很脆。那像这个同样含水率它是偏低的，之前的采摘相对来说偏老，你看木质结构的采摘，这是木质化了已经，大家看一下白心了，像木头。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杀青如何呢？我们来看整体的色差如何。如果它的整体色差有红有绿有黄有黑有灰，杀青程度各有不同。比如说整体偏绿，这个茶杀青是偏轻的，且这种茶底没有闷过，杀青完之后没有闷过。大家再来看
干茶当中能看出这有些泛红啊，这有些泛绿。像这一个茶青来判断，它的杀青不是高温杀青，尤其是这种含水率比较低的叶子，大家看一下，如果有黑点，那就是触及到有高温；如果没有黑点，温度较低的杀青。第四部分，我们还能从这些条形当中，我们能找到它的杀青工艺的特点。我们可以从茶梗上找到一些内容。大家看这个茶梗是不是相对来说会较黑红？这种黑红其实说明这个茶杀青完之后去晒之前，它的含水率还是偏高的，所以在晒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颜色。来，这里也是像这个颜色也是含水率偏高，导致颜色有色差。这个有暗红啊、黑、灰，这些都是杀青时候杀青的温度偏低，含水率去除的不够造成的。好，杀青完之后，我们来看它的揉茶如何。首先大家看它的揉茶的条形，整体来说它的条形还是比较扁比较长。揉茶大家看这个扁平粘合在一起的，它不是机器揉的，像这种一定是手工揉茶。但是手工揉茶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条形出现了一些问题。你看这个叶子都是断了，这2根都是叶子不在了。这个就是揉茶相对来说整体来看，它的手法揉下去的时候有轻重，重的时候导致这些叶子要么碎了，要么就是脱落了。然后整体来看，这种脱落的杆叶面脱落的越少，说明它的揉茶越轻。而且这种揉法不是放到机器里揉的是手工揉的。具体来说，这个揉茶偏重偏轻，我们如何来分？好，普文找到2根叶杆，这根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一根表皮上的螺旋纹非常少，说明它揉的这个位置不是很重。来，再看这一根，大家看一下这个梗上这边一块，它螺旋形存在，说明这个地方被揉到了，重揉了。那我们看叶底如何知道这个茶有蒙到过的现象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茶条，毫是不是有偏黄色？有偏黄色的毫，它肯定是有蒙到过。而且大家看叶面上的毫比较稀疏，而且它比较暗沉，像这种茶条是有蒙到过的，杀完之后有略微的蒙到过。揉完茶之后，那我们要去晒这个茶。那我们怎么从这个干茶当中能看出来它晒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颜色，这个茶条的不同的颜色，颜色是会说话的。像这个黑色的叶面，它是叠加在一起，叶面黑色它是怎么来？晒到太阳的情况下，含水率高，它就迅速会变黑；如果含水率低，它就变绿，这就是差别，晒的差别。如果是杆子，含水率高就发红，大家看一下，这个略微的发红。晒对这个整体的毫度显与不显是也有直接性的关系颜色偏灰的白毫非常显的，这种是日照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好，直接太阳晒到的，而且它是快速干的，那是比较好的。大家看，例如我手上拿的一个，是不是白毫都特别好，看上去就很艳，偏灰，茶杆也是偏灰，这个是快速接受了太阳的晒包括这个条形也是。但是这个叶底里面为什么有黑有绿？我们这样给大家解释，杀青完之后，这个边皮的含水率偏低，然后这个重叠在一起之后，它的含水率太阳晒蒸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它形成了这边偏黑这边偏绿。其实呢，研究茶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茶友他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研究，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视频的推广者会给茶友讲的那么细致的，哪怕是从一根茶条当中，我们都能发现很多制作上的问题和原料上的问题。茶友们，你们觉得这一根茶条的事情对大家有用吗？有用，给普文点个赞。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解到这里，喜欢关注，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讲解和真实的制作。我们下一期节目见，谢谢大家。